缓缓地跟着他的身后。走了一会儿了，忽然一只手臂伸过来抓住了他的手，他被惊到了，转身看去，见是顾其东，他舒了一口气，轻拍了一下自己的胸脯。你要吓死我啊！为什么不上车？林一正脱开自己的手，我为什么要上你的车？我是来接你的。顾其东见林一有点硬，他放软了语气，以柔克刚。林一冷哼了一下，讥讽道：你是还接你的孩子的吧？顺道接我而已。谁让孩子还在他的肚子里？顾其东没有生气，淡淡的笑。林一见他笑，心里反而慌了，不知道说什么。不闹了，走吧，我带你去吃饭。顾其东牵起他的手往车子的方向走去。林一低着头跟在他身后，他有时候有点孬种，会怕顾其东。坐进车里，顾其东调高了车里的空调，问副驾驶上的林一想吃什么。林一摸了摸肚子，说：宝宝，你想吃什么呢？肚子里的小家伙自然是不会给林一答案。林一思索了一会儿，说：吃牛排吧。好久没吃了。顾其东点了点头，看了一眼他的小腹，笑着开动了车子。林一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在牛排馆看到安逸豪，他下意识地站在顾其东的身后，不让安逸豪见到他。可是天不如人愿，安逸豪眼尖还是看到了他。安逸豪有些兴奋地走过来，他眼里满是林一，根本就没发生林一的身旁还跟着一个大男人呢。林一，没想到这要巧，你也来这里吃牛排。我告诉你，这里的牛排味道很好。林一只是抿着嘴笑。请问你是？顾其东看到安逸豪赤裸裸盯着林一看的眼神，让他忍不住开口。安逸豪这才正眼看向顾其东，他的笑容僵了一下，说：我是林一的同事，你是？我。顾其东还没有说完，就被林一打断了话。他是我的堂哥。林一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，突然就这么说了。可能之前习惯了隐婚，不想让别人知道顾其东是她的老公。现在顾其东是真的跟他没有关系了，他也是怕顾其东说他们只是朋友。顾其东眉头皱紧，脸色有些难看。原来是堂哥啊！安逸豪很热情地握住顾其东的手，一点都没有察觉到顾其东的脸色。堂哥，你好。顾其东听着这一声堂哥非常的刺耳，扯过一旁的林一要走。安逸豪却硬生生地挡在他们前面，盯着林一说：一起吃吧。不必了，谢谢你的好意。顾其东语气有些冷。对呀，下次吧。林一开口道。安逸豪惊喜地看着林一，这可是你第二次说了，不许反悔。林一有些艰难地点了点头。餐桌前，林一和顾其东面对面坐着，气氛格外的冷。林一最讨厌在这种气氛下吃饭了，这让他很没有食欲。他放下叉子，看向顾其东：你不说句话吗？顾其东冷冷淡淡地回了一句：没有话。不想吃了。顾其东抬眸看向林一，挑了下眉头：你才吃了几口？我说了，不想吃了，就是不想吃了。你想吃什么？林一看着顾其东面无表情的一张脸，气愤地咬了牙，说：不管我想吃什么，你是我什么人啊？你不是说我是你堂哥吗？顾其东有点阴阳怪气地说道，目光锋利地盯着林一。林一的小心脏荡了荡，偏了下头，发现安逸豪坐在他们前面的一桌，他正朝着他摇着手，笑得格外的阳光。顾其东见林一不正视他，顺着他的目光往身后看去，见是那一张稚嫩的脸，忍不住升起一股怒气，恶狠狠地说：林一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老年吃嫩草了？林一回过神，甩了甩自己飘逸的长发，对着顾其东抛了个眉眼，笑道：顾其东，那是我有魅力。你要去勾引男人可以，别带上我的孩子。顾其东咬着牙道。林一见顾其东越是生气，他就越是开心，他轻笑，心情忽然就好了，也有了食欲，切了一块牛肉放入嘴里，津津有味地咀嚼了起来。堂哥。林一故意拖长了最后一个字的尾音，媚笑地看着顾其东：我勾不勾引男人，这似乎也不关你的事吧？顾其东勾唇冷笑了一下，忽然露出一个狡黠的笑容，林一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果然，
下一刻，顾其东突然站起身，弯腰伸手勾起他的下巴，狠狠地咬住了他的唇，给了他一个激情的舌吻。他想要抗拒，可是顾其东伸手牢牢抓住了他的手，逼着他跟他一起缠绵，一起沉沦。这个吻足足持续了1分钟。顾其东放开林一，意犹未尽地摸了摸被他吻得红肿的娇唇，缓缓地扬起唇角。林一的表情有点苦逼，他瞄了几眼旁边几桌的人，他和顾其东真的成了焦点。他无意间看到安逸豪瞪大了眼睛，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。这样也行，让安逸豪死了那个心。顾其东，你故意的吧？林一瞪向顾其东。顾其东淡淡的笑，说，我不过是想要尝试一下乱伦的感觉。那么你的感觉呢？林一鄙视地看着顾其东。很好，不过就一个吻完全不能满足我，不如我们回去继续。去死！林一愤恨地切手下的牛排，将它当作顾其东一样的切，再一口一口地吃入腹中。顾其东载着林一回到别墅，一进入屋子，顾其东就横抱起林一往卧室里走去。林一又气又恼，顾及到肚子里的孩子，不敢乱动，狠狠地捶了一下顾其东的胸口，怒吼道：顾其东，你想干什么？玩一下禁忌。顾其东有点坏坏地道。林一被放到床上，顾其东强制地将他的衣服脱掉之后，他才开始慌张。起初以为顾其东不过是开玩笑，毕竟他怀着孩子，可是此刻顾其东抚摸着他的身体，目光贪婪，让他慌了起来。林一，你觉得你用手挡着有用吗？顾其东笑看着林一。林一惶恐地看着顾其东，你不能这样。好，说说看，那个在西餐馆的男人是怎么回事？他在酒店门口等林一下班的时候就看到了那个男人，那个男人一见林一就高兴地蹦了过去，看着林一的眼神，顾其东很了解，那是男人对女人的喜欢。他极其不喜欢那个男人看着林一的眼神，让他气愤地想要打他一顿，看他还敢不敢喜欢他的女人。顾其东对林一的占有欲十分的强烈，他不允许他的身旁有别的男性。好，把被子给我。顾其东扯过身后的被子，盖在林一的身上，他双手圈在他的身侧，逼近地看着他，说吧。你靠得这么近，我有点呼吸困难，你坐远一点。林一不敢去直视顾其东的眼睛。顾其东顺着他的话，低声道，现在可以说了吧？他叫安逸豪，是我们酒店人才资源部的总监，我知道的就这么多。他怎么会跟你勾搭上的？哎，顾其东，你这是什么话？什么叫做勾搭？我们是正常的同事关系。至于他的想法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林一扯着胸口的被子，将自己盖得严严实实的。为什么在他面前称我是你的堂哥？顾其东继续逼问。那么你想让我说你是我的什么人？前夫吗？我不想，可是你确实是我的前夫。可是你哪有见过一对离婚的夫妻还住在一起，甚至吃在一起睡在一起？顾其东，你想让我怎么向别人介绍你？你说我照你的说，行吗？林一说着，忽然感伤起来。从和顾其东结婚的那一刻，他从来真正的想过离婚。可是他们真的离婚了，还是他提出来的，一切都是那么的戏剧化，不管是他们的结婚还是离婚。顾其东一时语塞，愣愣地瞧着林一，心口发软，想要告诉他，他们其实根本就没有离婚，可是他还是将话咽了回去。你不想跟我住在一起？他低低地问。林一一下子红了眼眶，抬眸看着顾其东，他是他爱的男人，这辈子唯一爱过的男人，可是为什么他们不能一起幸福下去呢？心痛了，却无法向他诉说。传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小三是来盗墓的，可是他们之间没有盗墓的小三，还是离婚了，这到底是谁的错？生命中总会出现那么一个人，他走进了你的神话，让你明白，你可以接受别的人，可是那不过是将就。林一不想跟别的男人就僵，他宁可和顾其东一直拖着。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？顾其东轻勾起林一的下巴，见他红着眼睛一声不吭，心里不是不心疼的。他伸开手臂，轻抱住他，林一，你后悔了吗？后悔和我提出离婚，后悔不问我的意愿，为了公司放弃我。
你知不知道，我更愿意要你离开我的世界，我该怎么办？林一咬着牙，不说话，自己做出的决定，即使是错的，也要死扛着。林一是这类的人，因此哪怕他心里后悔的要死，他也绝对不会说，咬碎牙也要往肚子里咽。顾其东拿林一没有办法，掀开他身前的被子甩向一边。林一惊得大叫，顾其东，你干什么？带你去洗澡。顾其东横抱起林一往浴室走去。林一一丝不挂，极其难受地闭上眼睛，他知道他不可能反抗成功，所以干脆顺从地让顾其东抱着。顾其东将他放进双人浴缸里，放满热水。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，眼里慢慢都是柔情，林一的心也忍不住发软。林一闭上眼享受泡澡，睁开眼的时候就看到顾其东脱了衣服进了浴缸，他坐在他的对面，正握着他的脚给他抹沐浴露。以前不是没有洗过鸳鸯浴，可是与此刻他的心里完全不同。过去他们是夫妻，有些夫妻间的情趣是正常的，可是现在他们是一对离了婚的夫妻，还躺在同一个浴缸里面，总是觉得有点怪怪的。我痒。林一轻轻地动了动脚，想要收回，顾其东轻划过他的脚底，有点痒。别动。顾其东的口气有点硬。林一也不敢乱动，他干脆闭上眼，让顾其东伺候他。感觉到颈脖处有点瘙痒，睁开眼一看，见顾其东低头亲吻着他，见他睁眼，猛地擒住了他的唇，他只是亲吻他的唇角，并不深入，慢慢地描绘他的唇形。林一像是被他诱惑了，伸起手勾住了他的颈脖，主动了吻了他。顾其东吻了他一下，笑得退开了一点距离，别引诱我。林一恼羞成怒，朝顾其东泼了点水，道：出去呀，我自己洗。顾其东低头看了一下下面，还是委屈一下自己，好，你快点洗，水快凉了。他站起身，往浴室门口走去。顾其东，你耍流氓！顾其东再次低头看了一眼，有些无奈地说：你逼的。他出了浴室，林一快速地将自己洗干净，套上浴袍就出去了。见顾其东不在卧室里面，他想他肯定是去另一房间洗澡了。林一躺进被窝里，将卧室的灯关了，只开了一盏床头灯，缓缓地闭上眼。顾其东进来的时候，林一还没有睡着。顾其东上床睡在林一的身侧，很自然地将林一抱入怀里。林一轻笑了一声，顾其东，是左手还是右手？林一坏笑。顾其东明白过来，狠狠地咬住他的唇，林一，你想要左手还是右手？轮到林一疑惑顾其东的意思了。顾其东抓起他的手，往他的胯下伸去。林一急得破口大骂，流氓！林一急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了。顾其东笑了，不禁逗的女人，他将他的手放在他的腰身，抱住他，抵着他的额头，紧盯着他还没有放松下来的表情。知道怕呀？林一仰着头说，我怕什么？又不是没摸过。因为顾其东背对着光线，林一看不清他的表情，见他不说话也不动作，心里开始发慌。渐渐的，林一发现不对劲了，他低头看去，见顾其东的一只手在被子底下，似乎动作着。他猛地瞪大了眼睛，顾其东勾唇笑看着他，一点也不觉得难堪。他低头亲吻住林一的娇艳如红花的唇畔，逼着他低声呻吟出声。他低低的呻吟声更加的刺激到了顾其东，他手下的动作加快，最后低吼了一声，埋在林一的颈脖上喘着大气。林一躺在床上一动不动，他的大腿上感觉到一股热流，不禁又气又闹。你现在知道我用的是左手还是右手了吧？顾其东忽然开口道。起来！林一低吼。顾其东站起身往浴室走去，林一大腿部黏糊糊的不想乱动，他居然在他面前，此刻他的脑子一片浆糊。不一会儿，顾其东从浴室里出来，手里拿着一块用热水浸过的毛巾，他走在床边。林一死挺着身子不动，随顾其东去。顾其东撩开林一身上的被子，看到他白皙修长的腿，心一晃，一段时间没有开荤，他经不起他的引诱。可是他明明什么都没干，他就觉得很火热了。用毛巾将他的大腿擦干净，
又回到浴室。再回来的时候，林一已经睡着了，顾其东在他的身旁躺下，环抱住他。次日林一醒来，发现身旁已经没有了顾其东的身影，想到昨晚顾其东恶劣的行为，他气得牙痒痒。下了楼，顾其东正端着一碗粥站在餐桌旁，他抬眸望了他一眼，道：“过来吃早餐。”林一摸着肚子上前，不客气地在餐桌前坐下。顾其东把粥放到面前，递给他一个勺子。我不想喝粥，孕妇的嘴巴可是很挑的。你想要吃什么？油条、豆浆。林一很怀念街边那些早餐。顾其东不同意，说：“你不能吃那些，我给你做一个三明治。”林一扔下手里的勺子，站起身就往门口走去。顾其东站在那里看着他，见他头也不回，轻叹了口气：“你去哪里？你不给买，我自己买去。”站住！这个女人穿着一件薄薄的衬衣就要出去，也不想外面的温度能和家里比吗？林一停住脚，顾其东能给她买，她自然是能不出去就不出去，孕妇也是挺懒的。顾其东撩起沙发上的西装穿上，走到林一的面前，好好在家待着。林一乖乖的点头。结果顾其东将豆浆和油条买回来的时候，林一已经将餐桌上的粥喝完了，人不知道走哪里去了。顾其东看了手腕处的表，见很迟了，便转身走出别墅去了公司。在院子里蹲着看花花草草的林一，瞧着顾其东开车回来又出去，耸了耸肩回到屋里。见餐桌上摆放着他要的早餐，他拿起来闻了一下，还蛮香的，还有着一股热乎劲。方才林一是饿了才将粥喝完了，现在看到顾其东买回来的早餐，忽然觉得又饿了。今天林一调班休息，可以待在家里休息。顾其东开完会议回到办公室，看了一下手表，已经是午饭时间了。他拿出手机给林一打电话：“喂。”林一嘴里塞满了东西，吃得正欢。顾其东自然是从他的声音中听出了他正在吃饭。吃什么呢？街边小吃。林一吃得太开心，忘了提防顾其东。一听到街边小吃，顾其东的眉头拧得死紧，沉声道：“你在哪里？”林一心中大喊糟糕，挠了挠头，瞧了瞧自己的四周，说：“就在G市大学校门口的那条街。”实在是不想告诉他，可是他是不可能跟顾其东撒谎的，后果会很严重。10分钟后，林一拿着一碗汤串站在路边，见顾其东从一辆卡宴车上下来，这家伙又换车呀。顾其东四周张望了一下，目光盯在林一的身上，慢慢的走了过来。林一正拿出一根汤串吃着，顾其东一走到他身旁，就夺过他手里的汤串扔进一旁的垃圾箱。“你干什么扔我东西？”林一大叫。“垃圾食品，以后都不准吃。”顾其东义正言辞。林一气愤地道：“顾其东，你算我什么人？凭什么管我这么多？”他气死了，从小就不喜欢被人管头管脑，偏偏现在顾其东总爱约束他。顾其东吸了一口气，缓缓地道：“我算你什么人？是吗？好，我告诉你，林一，我是你肚子里孩子的爸爸，我有责任让他健康成长。可是这些东西又没有毒，你干什么不让我吃？”说到孩子，林一还是有点没骨气。是没有毒，可是不卫生，不想拉肚子吧？顾其东没好气地看着林一，拉过他的手往车子那边走去。林一也知道自己没有理，也不敢再多说什么，乖乖地跟在他身后。忽然一辆摩托车飞奔而来，顾其东忙抱紧林一转了个身，摩托车就从他们身边擦肩而过。有没有事？顾其东紧张地看了林一。林一只是受了点惊吓，摇了摇头。以后要出门跟我说，我陪你。因为顾其东决然地跟他离婚了，林一开始有点怀疑自己和肚子里的宝宝谁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更高，他到底是更担心他还是更担心宝宝。最终林一没有问，他坐在副驾驶上，瞧顾其东认真地开着车。接下来一段时间，总有一辆车雷打不动地停在酒店门口等待林一，而坐在驾驶座上的必然是顾其东。林一每次都有种错觉，他根本就没有和顾其东离婚，他们完全像是一对新婚燕尔。今晚能出去吃吗？
顾其东为他准备饭菜，完全就是那几样很普通的小菜，他会的也就那么几样。林一有点吃厌了，所以今天申请出去吃。好。对于林一的要求，顾其东是有求必应。到了一家餐馆，点了几个林一平时爱吃的小菜，就开始吃了。半途，林一去了洗手间，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停住脚步，看着前面小腹微微凸起的女人，他惊得呆住了。夏薇然怀孕了，那么她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顾其东的吗？顾其东见林一回来之后，整个人有点恍惚，只是呆呆地看着桌上的吃的，吃都不吃了。他伸出手在他面前晃了晃，怎么了？顾其东，我是不是真的很在乎我肚子里的孩子？他问。当然，在乎你，所以在乎你肚子里的孩子。林一觉得自己的心很乱，看到夏薇然带着肚子，他想他真的不能再欺骗自己了。他是真的和顾其东离婚了，而且离婚还是他提出来了，他根本没有后悔的机会。顾其东见林一一直低着头不说话，他摸不着头脑他在想什么。我饱了，我们走吧。林一率先站起身，走人。顾其东忙跟上，拉住他的手，让他停住脚步，轻声问，怎么了？顾其东，以后你还是会有其他孩子的，不用一直抓着我不放。我说过这个孩子我会给你，我就不会食言。林一冷冷地说完这句话后，就头也不回地往外面走去，他的脚步很快。顾其东错愕了片刻，追上去之后找不到林一的身影，他在大街上巡视着林一的身影，跑得喘气。可是林一不知道跑去哪里，顾其东根本没有看到他。林一其实只是拐进了一个小弄堂，去了另一条街，他不想要回别墅，回到别墅他就要面对顾其东。而看到顾其东，他就会想起夏薇然带着的肚子。若是让顾其东知道夏薇然怀孕了，他相信顾其东会心狠到让夏薇然打掉孩子。但是作为一个母亲，林一知道一个母亲有多期待自己的孩子，如果孩子没，他会疯的。餐馆里，夏薇然冷冷地看着林一跑出去，他是故意出现在林一的面前，他要的就是拆散林一和顾其东，他肚子的孩子才是顾氏集团未来的主人，他会是顾其东的妻子。莫西在外面做采访，很意外地在公园里看到林一，他见林一坐在草地上，痴痴地看着不远处玩耍的孩子。他跑过去，对着林一招招手，说：嗨，好巧哦。原来是莫西啊。莫西在林一的身旁坐下，看向玩耍的孩子，又看看林一带着的肚子。早就听我们家俊俊说你怀孕了，可是一直没有找机会去看望你，真不好意思。林一看着莫西爽朗的笑容，也跟着笑了，可是他发觉自己笑得很吃力。莫西穿着一身灰色的运动套装，他似乎一直穿的都是运动服，从来没有见过他穿裙子之类的衣服。不用不好意思，你和李俊还好吗？说到林一，莫西就傻傻的笑，说挺好的，他虽然不怎么愿意搭理我，可是作为他的女朋友，提出什么要求他都会满足。每天都会陪我吃饭，晚上也会愿意和我打电话。莫西说的都是一些小要求，可是看得出他很满足。一姐，你怎么了？我怎么看你不太开心？傻乎乎的莫西都看出林一不开心。林一苦涩地笑了笑，他确实不开心，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现在他和顾其东的关系变成这样，是他的错，而夏薇然的怀孕也是他设计造成的。就是有点烦心事，你和李俊好好的就行。莫西瘪了瘪嘴，他和李俊实际也不好，李俊爱的根本不是他，他每天都在养独角戏一样。可是他不知道别人喜欢一个人是怎么样的，而他每天待在李俊的身边会很开心，想要为他做一切的事情，希望他开心。林一跟莫西道别之后，夜色已经黑了，而他的手机都快被顾其东给打爆了，电都快没了。最后，他还是接听了顾其东的电话。你在哪里？林一听到出顾其东有些暴怒了，只是压抑着。在外面走走。告诉我你在哪里？顾其东的话不容人拒绝。你不要管我，也不要来找我，我会自己回去的。林一的声音很平静，音质软软的。
你在哪里？林一直接打断了电话关机，将手机扔进口袋里，缩了缩身子，走在大街上。深秋的夜凉入心扉，凉风袭来，面上觉得有些冷。林一穿的并不多，看到商城就走了进去。林一挂了顾其东的电话，顾其东顺口骂了一句 shit。他开着车子在大街疯了似的女人，这个女人却告诉他会自己回家，还挂了他的电话。他气得捶了一下方向盘，眼神瞄着路边，寻找着那个熟悉的身影。是不是怀孕的女人都是莫名其妙的？吃饭吃得好好的，吃到一半他却突然翻脸，才转身就走，让他找不到他。极度不喜欢这种不知道他在哪里的感觉，顾其东有种疯狂的想法，想找到林一之后就将他捆在身边，哪里都不让他去，看他还会不会让他这么担心，折磨他的心脏。林一在服装商城里瞎逛，看到一家儿童服装店，他低落的心情忽然雀跃起来，他跑了进去，一件一件衣服看过去。现在儿童的衣服做的真的很好看，简直是比大人的衣服都要精美，当然价格也是不菲的。导购员见林一带着肚子，像是很想要买衣服的样子，就忙上前为他推荐各色的衣服。林一津津有味地听着导购员的话，说什么材质的衣服适合宝宝，不会引起皮肤过敏等等。顾其东继续打林一的电话，却被告知对方已经关机。他气得一冲动，将手机扔出车窗外，瞧了眼外面的夜色，最后叹了口气，推开车门下车，将手机捡了出来。好，他说会来，他就回家去等。若是他赶不回来，看他怎么收拾他。夜晚10点，林一确实是回到了别墅，不过是带着小包大包，心情看似还没蛮不错的。而坐在沙发上等着男人，却是一张臭脸。对着进门的林一，就扯着嗓子吼道：“林一，你今天发什么神经？还敢挂我电话？”林一掂了掂手里的袋子，瞧着顾其东冰冷的一张脸，本来还笑着的脸，立马敛下了笑容，轻缓地说道：“顾其东，我告诉你一点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这个别墅是在我的名下，现在你是住在我的房子里。你没有资格对我大吼大叫。如果你觉得住在这里不满意，就给我离开，我不会留你。”今晚看到夏薇然的大着的肚子，林一脑子里不曾一次浮现出顾其东和夏薇然滚床单的画面，突然觉得很恶心。即使他爱着顾其东，对他很不舍，可是他也是个有感情洁癖的人，容忍不了自己的男人出轨，不管是肉体出轨还是精神出轨。既然顾其东已经出轨了，哪怕他再不愿意和他断绝关系，他还是接受不了和他亲密，所以暂时的分离是个不错的主意。何况现在他怀了宝宝，在他心目中最重要的是宝宝，顾其东的地位最多也就是排到第2位。林一，你是在赶我出去？顾其东挑了挑眉，拧着眉头问。林一耸耸肩，不否认。这下顾其东火了，快步上去拽住林一的手臂，将他拉入怀里，紧紧地盯着他的眼眸，看到他眼里没有一丝的悔意和爱意，他突然觉得有点泄气。林一，你到底在闹什么脾气？林一盯着顾其东好看的眉目，松开手，手里的袋子顺着掉在地上，他抬起手细细地抚摸顾其东的眉毛。顾其东，我觉得我们在一起很累，不是吵架就是冷战，我们彼此爱着，却又在不疼地折磨自己，我不想再这样了。你想说什么？顾其东忽然觉得有些慌。他一直知道林一是个心狠的女人，在他想要一个人或是一件事物的时候，他会想方设法的得到，但是他若是一旦决定放手，做的绝对不比其他人狠。哪怕他是爱着他，但是他如果一旦决定真的离开他，那么他就走。顾其东，你怕吗？林一勾了勾唇，手轻轻滑落在他的脸上，纤细的手指摩挲着他的鼻梁、嘴唇。顾其东忍不住咽了口水，怕吗？他怕，他怕这个女人真的心狠离开他。顾其东，你在颤抖。林一笑，贴身靠近，将他紧紧地抱住，脸紧贴在他的胸膛上，听着他强有力的心跳声，扑通扑通。顾其东，我知道你爱我，我也知道你想要一直陪着我。可是，我们是不是只记得相爱，忘记了该如何相处？
顾其东，你在害怕，你害怕我会离开，可是我也害怕，害怕我真的离开了你，那么以后我们该怎么办？顾其东，我爱你，一直爱的只有你，爱你到一个污点都不允许存在。顾其东，我们分开吧。顾其东，我累了，我先上楼休息了。林一缓缓地放开顾其东，一步一步地往楼上走去。他一直在笑，可是笑得却非常的吃力。顾其东愣站在原地，怀里空空的，心也空着。这一夜，顾其东拿着林一拿的宝宝的衣服，在沙发上坐了一夜。翌日，林一不见了。顾其东站在别墅里，看着缺失的物件，竟然一点也不觉得意外。心里早就有了这种怀疑，他会离开。只是没有想到，他的动作会这么快，不曾让他多陪他一些时日。走之前，他留给了他一封信。顾其东拿着信坐在沙发上，久久没有打开信封，把信拿出来看。林一拿着一个小行李箱，去了另一个城市，他想要让自己去散散心。虽然知道一走了之很不负责，可是他觉得自己再那样过下去，一直让夏薇然那个阴影存在于自己的心里，他会受不了得上孕前忧郁症的。俊俊，你怎么不带伞？你看你都淋湿了。莫西将撑在自己头顶上的七彩小雨伞移到李俊那边，自己躲在一棵大树下，昂着头，有些娇嗔地斥责道。他柔柔的语气中满是对李俊的心疼，还忙拿出口袋里的餐巾纸给他擦拭脸上的雨水。可惜李俊不领情，伸手挡住了莫西伸过来的手，有些冷漠地说：“不用了。”莫西有些委屈的瘪嘴，不过她就是个粗线条的女人，想想今天李俊约她出来见面，虽然是下雨天，不过她还是挺开心的，很快就露出了甜甜的笑容。俊俊，你今天约我出来是有什么事吗？还是说我们要去哪里约会？莫西很期待地问。李俊瞧着莫西眼里的笑意和他满心的喜悦，一时有些不忍，但是他还是咬了咬说道：“别叫我俊俊，我觉得恶心。”她这个女人就喜欢用一些可爱的昵称来叫他，不是李郎就是俊俊。每次他让他改过来，他总是觉得很好看，不愿意改。明明这个爱他的女人在其他方面都很听他的话，他让他往西，他就不敢往东，可是在称呼方面，他就从来没有放弃过。你怎么了？莫西有些不明白地看着李俊，他不是傻瓜，不是听不出来他口气里的厌恶，心里的滋味复杂难明。莫西，我们在一起几个月了，你也了解了我这个人，我一点也不好，你很好，你很好，我觉得你好就行了。莫西忙打断李俊的话，他有着某种的害怕，总觉得李俊会说出他不想要听的话来。李俊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缓缓地说道：“莫西，请你让我把话讲完。”莫西点点头，雨水透过树叶的缝隙滴落在他的发顶上，略微的凉意。可是这个时候，他哪里还能关注这些？他心里只是祈求着李俊不要说出残忍的话。莫西，你很好，是我不好。你也知道，我从来就不爱你，你和我在一起可以说是个笑话。我不过是被一姐逼的，才跟你交往。这几个月你也看得出来，我根本一点也不上心。我知道你喜欢我，是真的喜欢，我能感受到你对我的好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我只是能说对不起。莫西，我们分手吧。莫西撑着雨伞的手紧紧地握着，举在李俊的头顶上，眼睛紧紧地盯着李俊的脸，他妖孽的脸上还有着雨水。他是那么的好看，他很想要成为他的女朋友、妻子，可是他说他没有办法喜欢上他。你真的一点儿也没有喜欢过我吗？没有，这何其简单的2个字，李俊忽然有些说不出口，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对不起。莫西，我爱的人要回国了，我不想和你再有什么纠缠，所以，好，我同意。莫西低头冷笑，他说他们在一起是个笑话，他说不想要他再纠缠他了。那么好吧，李俊，我放你自由，你去找你爱的那个女人，祝你们幸福。李俊看着莫西憔悴的面容，心生不忍。莫西，你没事吧？莫西扬起笑，傻呵呵的笑，我能有什么事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莫西将手里的雨伞塞给李俊，跑进雨中。他只知道奔跑，
不知道该跑向何处，雨水冲掉了他的泪水。李俊想要追上去，可是他告诉自己，既然分手了，就没必要再纠缠，所以他只是冷冷地看着莫西跑开，看着他消失在他的视线，仿佛他以后就这样消失在了他的生病中。这个女孩给过他很多很多的惊喜，记得上次他的生日，实际他自己都不记得自己的生日了。可是他居然会知道，还特意准备了生日礼物给他。他的礼物并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，不过是他亲手织的一条围巾，说什么是情侣围巾，他也为自己织了一条。他说等飘雪的冬天来了，他就和他一起带着大红色的围巾出去逛街，让别的情侣羡慕嫉妒恨去。可是因为嫌弃那条红色的围巾丑陋，李俊已经忘记自己将它扔到什么地方去了。莫西和李俊分手之后就生了一场大病，他辞掉了原来的工作。病好了之后，他又开始重新找工作。可是明明已经和李俊分手了，他却还是疯狂地想要见到他。爱一个人就是这么莫名其妙，爱犯贱吗？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他舍不去这一段感情。这是他第一次恋爱，也是第一次认认真真的喜欢上一个人。爱上一个人，不可能说放手就放手，说离开就离开。真正能够放手的，一种可能就是生离死别，另一种就是你根本就不够深爱对方。顾其北听了顾其东的鼓励，鼓起了勇气去找林一。林胜很意外顾其北会主动来找他，当时他正坐在酒吧里，身旁搂着一个火辣的女人，他的手还很暧昧地搭在那个女人的大腿上。顾其北走到他的面前，什么话都不说，就直直地看着他，随后又看着他不安地说。林胜本来不想要去理会顾其北的，可是他那双大大的眼睛一直盯着他看，脸还是那么的白皙，小嘴红润，不像旁边的女人涂着一层红红的唇彩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终于熬不住，他开口问。找你。顾其南的回答很简单，就2个字。林胜有些烦躁地抽出一支烟，旁边的女人很懂得规矩，立马拿出打火机，为林胜把烟点上。林胜狠狠地抽了几口，道：怎么又想着回来找我？我喜欢你。一句我喜欢你，林胜全身愣住了，他从来没有想到顾其北会向他表白，还是在这种场合上。林胜手里的烟燃烧着，直到燃尽烫到了他的手指，他才反应过来，吓得抬头看向顾其北。你说真的？林胜能感觉自己的声音在打颤，他的舌头还差点打结。林胜身旁的女人完全不相信面前清一色的男人居然会向林胜告别，而且林胜还显得特别的兴奋。真的？顾其北也不知道自己是哪里来的勇气，他就是那么大无畏地说出了心里的爱。林胜猛然站起，将林胜拽入怀里，紧紧地咬住他的唇。他情不自禁地描绘他的美好的唇，舌尖深入唇齿之间，一点一点地掠夺他的甜美。顾其北很顺从地让他吻，甚至还颤抖着回应他的吻。顾其北的回应差点让林胜发狂，他忍不住地想要撕裂面前这个男人的衣服，狠狠地要了他。林胜还是清醒的，知道现在这个场合不对，他只是用吻和宣泄他对这个男人的爱。一个激吻，2个男人的爱。最后，顾其北红着脸窝在林胜的怀里。而方才在林胜身旁的女人早已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，不过身旁有了不少人的注视，顾其北很不好意思。林胜拍了拍他的背，算是安抚他。然后林胜拉住顾其北的手，走出酒店，一路上迎来不好人的欢呼。林胜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心情有这么好，他从来都没有这么开心过了。我们要去哪里？顾其北跟着林胜的步伐，问他。林一只是拉着顾其北往前走，他也不知道要带他去哪里，可是他们俩在一起就是美好的。顾其北，我很高兴，你高兴吗？林胜忽然转身，捧住顾其北的脸，狠狠地吻了一下他的唇。顾其北看得林胜的兴奋，也跟着他笑，点点头。夏薇然带着肚子找去了春秋园，找着了顾家老宅子。张慧欣看着一个还算漂亮的女人怀着身孕来顾家，心里就有点堵，开口就问：小姐，
自报一下家门吧。夏薇然抿了一口管家递上来的茶水，笑看着顾其东的母亲，柔和声音说道：保姆，我是其东的朋友。说着还不忘抚摸了一下自己的肚子，将张慧欣的注意力转移到她带着的肚子。张慧欣瞧了她的大肚子，皱了下眉头。这个女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货色，现在坏了孩子找上门来，又说是她儿子的朋友，肯定是有什么企图。这孩子不会是祁东的？张慧欣干脆顺着他的话问。夏薇然笑得更加开心，她就不相信老人家会不喜欢孩子。伯母，这孩子是祁东的，是吗？夏薇然见顾祁东的母亲似乎有点不太相信，忙从自己的包里拿出几张照片递给他。这些照片是他从那些记者手里高价买来的。他对着顾祁东的母亲说道：伯母，之前我是祁东的助理，我们俩感情挺好，这次不小心怀孕了。张慧欣看着手里几张夏薇然和顾祁东在床上的照片，嘴角抽了抽。他这个不听话的儿子居然招惹了这种女人。哦，既然是祁东的，怎么不跟祁东去说去，跑来家里跟我这个老婆子说？张慧欣虽然不喜欢林一那个女人，可是眼前这个女人她看着也不顺眼。伯母，你也知道祁东比较注重事业，这些天也一直忙着公司的事情，我怕跟他说打扰到他。夏薇然说的自己好像是个贴心的女朋友一样。她得知自己怀孕之后，就不打算告诉顾祁东，而是等肚子大到不能打了，才来找顾祁东的母亲。夏薇然的算盘是顾祁东的母亲会看在孩子的面上，让他过门，让他成为顾祁东的妻子。张慧欣将照片扔在茶几上，站起身，对着夏薇然说：既然这样，今天你就留在这里，我会让祁东回来，我们就好好聊聊这件事，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，看看该怎么办。夏薇然低笑，点点头。林一离开的这些日子，顾祁东并没有想方法去找他，而是一如既往的认真工作，下班后就按时回到他们的家中，仿佛林一根本就没有离开一样。不过这日，顾祁东接到张慧欣的电话，他让他回宅子里一趟，他去了。可想到在宅子里看到夏薇然，而且她的肚子还是带着的，看着她的大肚子，顾祁东忽然想起了林一，想她怀着孩子在外面会不会过得不如意，会不会照顾自己和肚子里的孩子。夏薇然见顾祁东见到他，就看着他的肚子，以为他在意他肚子里的孩子。站起身向顾祁东跑去，亲昵地搂住他的手臂。祁东。顾祁东冷冷地看着他，抓着他的手说：放开。夏薇然惊了一下，这时张慧欣刚好从楼上下来，看着夏薇然拉着顾祁东的手臂，冷笑了一下。夏薇然低着头缓缓离开自己的手，站在顾祁东的旁边。祁东，你身旁的女人说她怀了你的孩子，你是不是该说句话？张慧欣在沙发上坐下，看着他们。顾祁东瞥了一眼夏薇然，冷漠地说：她跟我没有关系。怎么会？祁东，我怀的是你的孩子。夏薇然不可置信地看着顾祁东，她不相信顾祁东会不认他们的孩子。是吗？你这么确定你怀的是我的孩子？顾祁东讥讽道。夏薇然的手轻微地颤抖着，脑子里想着酒店的事情，她只记得和一个男人在床上，他们亲吻彼此亲昵，可是她看不清男人的脸。不，跟他上床的肯定是顾祁东，不会是别的男人。记起来了吗？顾祁东冷笑。这个孩子是你的，祁东，你不能不承认。夏薇然摸着小腹，坚定地说道：你们争吵也不能解决问题，就这样吧。夏小姐，我会安排一个地方给你住，等孩子生出来之后就去验 DNA， 如果孩子真的是祁东，我们顾家不会不认。张慧欣开口道。妈，她肚子里的孩子跟顾家没有一丁点关系。夏小姐，你先回去吧。张慧欣打发夏薇然走，夏薇然看现在谈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，就按顾祁东母亲说的做。张慧欣见夏薇然走了，才看向顾祁东，问：这些天都没有看你把林一带回家来，你们没出事吧？顾祁东不语。张慧欣哼了一声，笑说：林一不会是知道夏薇然怀孕的事情了吧？你们吵架了？妈，
我的事情你少管。这些日子我也想明白了，既然你这么喜欢林一，我也不反对你们在一起。过去的恩怨就让它过去吧，我也不会再提起。不过你把你自己的花边草草整理干净，否则即使我让你们在一起，你们也未必可以太平。顾其东接到婚纱摄影店的电话，说让他和他的妻子去店里拿照片。他去了，将上次他和林一拍的婚纱照拿回了家里，他将结婚照挂在了卧室里。他坐在床上，昂着头一直盯着照片看。他想起林一在走一直给他留的信，他就起身到床头翻出信，打开慢慢的看了起来。第58章，做男人也是个体力活。老公，允许我再这么喊你一次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设计你。我一直想要待在你的身边，可是一些问题总是会出现，我们总是会争吵。我想我们还学不会怎么和爱的人再相处。离开，并不是为了逃避，或是为了离开你。我只是想要去远方整理自己的心情，想想我们以后的路。当然，你可以联系，我还是爱你的林一。简简单单的几个字，顾其东却看到心里难受。他并没有说一些绝狠的话，并没有说离开他，也没有守这辈子都不会回来，可是他的心里却有些不舒服。他们明明相爱，却忘了爱的最初是让一个人快乐。他想他该换一种爱他的方式，等待他们未来的日子。顾其东拿出手机，按了林一的号码。这些日子他一直没有试图去联系过他，可是这会儿他已经忍耐不住。正在田地里行走的林一意外地看着自己手机，没有想过这个时候顾其东会给他打电话过来。喂，听到林一柔柔的声音，顾其东有些激动，他好久没有挺大他的声音了，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跳动的心。林一，我在。林一看着面前的一片金黄的稻谷，心情舒畅。顾其东拿着手机的手有点出汗，他不敢大声喘气，缓缓地说：林一，你好吗？林一深吸了口气，有些好笑顾其东的小心翼翼，明明开始是他的错，是他设计他，是他想离婚，可到了后面竟然变成他紧张他了，这就是他对他的爱吧。顾其东，我很好，你好吗？他是说着问出这句话的。林一，你是不是知道夏薇然怀孕的事情了？顾其东这才想起林一忽然闹脾气的时候，想到夏薇然带着的肚子，这两者肯定是有联系的。林一本来还不错的好心情被夏薇然这3个字给灭了。他的孩子是你的吗？林一，我只说一次，你听好，我根本就没有碰夏薇然，她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，你信不信？我信。林一很果断地回答。顾其东激动，这个时刻他很想要出现在他的面前，狠狠地将他抱在怀里，就因为一句他的相信。顾其东，你把你那边的事情处理好了，就来接我。林一笑着说，还有，我和宝宝都想你，我们等你接我们回家。好。顾其东将酒店的视频调出来，送去给夏薇然，并且找出了那个要了夏薇然的男人。夏薇然发了疯地说她不相信，一口咬定她肚子里的孩子是顾其东。顾其东让他不要再纠缠他，直接离开了。夏薇然唾颓然地坐在地上，嘴里念着他不相信，他不相信。等林一的肚子5个月了，他坐在农家的门口，看到顾其东慢慢地向他走近，淡淡金黄色的光晕笼罩在他的身上。他笑着，手轻轻地摸着凸起的大肚子。顾其东蹲在他的面前，伸手将他搂紧怀里，说：我来接你了。林一笑着点头。顾其东将林一接回来了别墅，可是在林一的心里，他和顾其东还是离婚了，他们现在的关系是情侣，而且他强烈要求和顾其东分房睡。顾其东叫苦连天，他心里很清楚林一就是他的老婆，不过他觉得不告诉林一更有意思一点，所以就没有说。不过分房睡这件事情真的很折磨顾其东，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碰林一了，加上他们的关系比以前更好了，他怎么会受得了和林一分开睡？平时2个人搂在一起，顾其东总是忍耐不住亲吻他的小嘴，手也不安分，总是碰碰他，捏捏他，揉揉他，每次搞得他们2人激情四溢，
可是却不得不停止。林依依是为了孩子，二是说他们的关系是情侣，情侣之间不能动不动就上床。每次到这个时候，顾其东不得不跑去洗手间冲冷水澡。你要知道，那个时候都快入冬了，洗冷水澡多冷啊，不冻出感冒来是顾其东身体好。可长时间这样，顾其东也受不了啊。其东，我们立一个和谐家庭吵架公约吧。林一看着坐在单人沙发上的顾其东说。好。顾其东赞同。林一看着他坐得那么远，不高兴了，拍拍自己身旁的位子，道：坐我旁边来。顾其东急急地摇头，说不。他才不要过去坐在他的旁边，等会儿彼此坐着肯定会忍不住吻啊，吻着吻着肯定会欲火焚身，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他去洗冷水澡，这会是一个煎熬。你过不过来？林一嘟起嘴，斥喝道。顾其东立马像个哈巴狗一样，乖乖地走过去，在林一的身旁坐下，可是他和林一之间隔了一个人的位子。林一皱了皱眉，坐过来一些。顾其东挪了一点点位子，再坐过来一点。于是顾其东又挪了一点。顾其东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？顾其东立马坐过去，紧紧挨着林一，他可不能接受林一的误解。林一开心地笑，扬起手臂，搂住顾其东的脖子，说：顾其东，我们的吵架公约是一要热吵，不要冷吵。你以为炒菜啊？顾其东说。林一瞪了他一眼，哼，别打断我。二是要文斗，不要武斗。我从来不打女人。三是就事论事，不能翻旧账。这事我不爱干。意思是林一喜欢翻旧账。四是严禁在公共场所、家人、孩子、朋友面前吵架。我们的孩子还没有出生。顾其东顺便摸了摸林一圆鼓鼓的大肚子。五是请使用文明用语，比如说你想说滚，就说成请你圆润的离开。顾其东冒黑线，这确实是够文明的。六是当天的气当天解。顾其东说，我比较喜欢床头吵架床尾和。林一瞪了他一眼，继续说，七是吵架时不准说分手。我从来不说，好像某人比较喜欢说。林一继续瞪他，说，八是不管是谁的错，你都要向我道歉。做男人就是累啊。顾其东见林一脸色不对，他立马改口说，肯定是我道歉。九是你永远要迁就你。我最疼老婆了。林一鄙视地看了他一眼，心道，谁是你老婆呀？真臭美。十是一直在一起。这是当然。林一嘟嘴亲吻了一下顾其东的薄唇，说，怎么样？你有其他意见吗？顾其东摇头，含住林一的红唇，舌头伸进他的口里，来来回回的席卷他的。他就知道肯定会变成这样，现在他就忍不住吻住了他。他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手。林一搂着顾其东，怀孕了的身子更加的敏感，微微的颤抖着。他轻唤他的名字，其东，其东。顾其东重重地叹了口气，放开林一，看着林一迷离的眼神，他逼自己平复自己的欲望。林一，你饿了吗？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，还没有从方才的激情中平复过来。林一脸色绯红，依靠向他，紧拉住顾其东的手。不饿吗？顾其东又问道。实际上他完全是想要转移自己的注意力，若是再继续跟他亲昵地搂在一起，他保证会出事，他可不想要伤到他们的孩子。有点饿了。林一点头。顾其东要起身去厨房弄吃的，可是手却被林一紧紧地抓着，他有些好笑地看着这个有些依赖他的女人。怎么了？不想要我走？他勾了勾他的鼻子。林一点点头，他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喜欢逆着顾其东。得到林一的回答，顾其东笑得更加的开心了，干脆将林一公主抱起来。林一吓得忙搂住她的脖子，要知道她现在是的孕妇，一点儿也不能摔着。他娇嗔地拍了拍顾其东的胸膛，道：你干什么？陪我。顾其东啄了一口他的嘴唇，抱着他进入厨房，将他放在一边，然后开始打开冰箱，从里面找出食材，开始做菜。顾其东，我明明记得你不会下厨的。
林一看着顾其东熟练的手法，有些惊讶。顾其东得意地笑了笑，在他离开的那段时间，顾其东有特意去学过厨艺，显得厨艺肯定不比林一差。看你嘚瑟样，说不定烧出来的菜根本就不能吃。林一泼他的冷水。那你就等着吧，看到底能不能吃。林一就站在一旁看着林一，忽然发现一个问题，啊了一声，吓得顾其东差点用菜刀砍到自己的手指，忙放下东西，转身扶住林一的手臂，紧张地问：怎么了？林一上下看了顾其东一眼，说：怪不得我怎么看缺了点什么了，原来是这个。林一从厨房门后面的挂钩上取下她的围裙，抖了抖，笑看着顾其东，把头低一下。顾其东听话的低下头，让林一把围裙给他套上。林一又绕到他的身后，替顾其东将身后的带子绑上，拍了拍他的肩膀说：这样看上去就像个家庭妇男了。顾其东有些失笑的扯了扯身手粉嘟嘟的围裙，那么老婆，你要挣钱养我哦，我就在家里当家庭妇男，专门伺候你。顾其东，你怎么舍得让一个孕妇出去工作？这是不人道的。我当然不舍得了。顾其东搂住林一，笑看着他。林一也笑，氛围特别的温馨，温馨到他们又要吻在一起了。到了最后一秒的时候，林一冷静地推开顾其东的身子，咳嗽了一声说：家庭妇男快点做饭，女王饿了。遵命。顾其东做了一个敬礼的手势，然后却嬉皮笑脸地蹭向林一，先亲一个。林一有点冒黑线，无奈地在顾其东的脸上亲了一下。可是顾其东不满意，嘟起嘴让林一亲他的嘴唇。林一想，常常有女人说她们不要幼稚的男人，想要找一个成熟的男人，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，真正爱你的男人在你面前一点也不成熟，甚至比你还幼稚。林一嘟起嘴，快速地亲了一下顾其东，幸好他聪明，在顾其东又想要亲过来的时候，用手遮住了自己的嘴唇。顾其东委屈地看着林一，林一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意思是让他不要再想了，乖乖做饭。没办法，这个家里老婆最大。顾其东乖乖地穿着围裙，站在案板前切他的菜，而林一则站在他的身后观看着他的表现，还不时地哼首歌给顾其东听听。我能点歌吗？顾其东问。林一停止哼歌，想了一会儿，说：好，你想听什么？算了，你会唱什么就唱什么，你唱什么我都爱听。林一轻轻地哼唱了一首《爱如潮水》，他们的爱就像是一场潮水。等顾其东要炒菜的时候，他转身逗身后的女人说：你先出去吧，去沙发上坐着看电视。干嘛让我出去？林一嘟嘴，不解顾其东说的话，他站在一点儿有不觉得累啊？厨房里的油烟味对孕妇不好。哦，那我出去了，你快点，我和宝宝都饿了。遵命，夫人。林一坐在沙发上，本来确实是在看电视，可是看着看着他就犯困了，于是倒在沙发上睡着了。做好饭菜，出了厨房的顾其东看到倒在沙发上沉睡的林一，无声地叹了一口气。他走过去，将她慢慢地搂入怀里，亲吻她的唇。睡美人，该醒了，吃饱了再睡。感觉到嘴唇上柔柔的触感，林一缓缓地睁开眼睛，看到顾其东的一张俊脸，他笑着摸摸他的脸，看到你真好。怎么突然这么说？你知道吗？离开你的那段时间，我有时候半夜会做噩梦，被噩梦吓醒的时候，发生身边没有你。那个时候，我难受的想要哭。林一平静地述说曾经的苦楚。顾其东心疼地亲吻他的额头，抱着他的手紧了几分，将额头贴向他的额头。对不起，我没有一直陪着你。沉默了片刻，林一拉着顾其东站起身，说：让我看看你的战果吧，家庭妇男。说着，拉着他走到了餐桌前。看着餐桌上精美的食物，他有些怀疑地转过身看向身后顾其东，问：这真是你做的吗？尝尝吧。林一点头，顾其东绅士地为他拉开椅子，让他坐下。林一拿起筷子，迫不及待地夹了一片笋放入自己的嘴里，刚咬了几口，就立马朝着顾其东点头。真棒，色香味俱全。
他给出自己的评价：你喜欢吃就好。顾其东在他对面坐下，为他夹了一些他爱吃的碗到碗里。他学厨艺的初衷就是想要为他做一些他爱吃的，很简单，只是想要他喜欢就好。我很喜欢吃。林一笑着回答。喜欢吃就多吃点，我的夫人。林一吃得满嘴都是。顾其东，以后的饭菜可不可以你包了？你想得美，男人下厨是情趣，我可不想你立马就厌烦了。顾其东拒绝林一的想法。这一餐，林一吃得很开心，也吃得很饱。最后，他坐在沙发上摸着自己的大肚子休息，而顾其东唯有进入厨房将碗筷洗干净。第二天，顾其东带着林一去了春秋园吃晚饭。张慧欣瞧着林一的大肚子，很震惊，转而看向顾其东。老爷子开心地拉过林一到一旁，不停地询问他一些事情，问他怀了孩子累不累，问他肚子都这么大了，怎么现在才来告诉他们。林一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他总不可能说前段时间跟顾其东吵架，所以没告诉他们。张慧欣将顾其东拉到一旁，低声地问：夏薇然那个女人你处理好了？顾其东嗯了一声。别掉以轻心，那个女人一看就不是容易打发的，你最好看好点林一，免得出事。谢谢妈。听了顾其东一声谢谢，张慧欣有些错愣，有些不自然地笑了笑。妈，齐南呢？那孩子有些日子没回家了，打电话给他，他总说在外面忙，也不知道他忙些什么。张慧欣想起顾其南的反反复复，还是很担心那孩子，不过在电话里听他的心情还不错，稍稍放下了一点心。顾其东白天要上班，并不能陪伴林一。林一在家里只能看看书，看看电视，而且还不能长时间看。依顾其东先生的话说，电视机有辐射，对孩子不好。顾其东还很霸道地没收了林一的手机，理由依旧是手机有辐射，所以林一的手机被打入了冷宫。一天，林一睡了懒觉，躺在床上睁开眼睛，脑子开始转动，忽然就想起今天是去医院孕检的日子。但是顾其东去公司工作了，不能送他去。他泄了口气，只好自己一个人去医院孕检。他起床，收拾了一下东西，就拿起包出了门。他头上戴了一顶大大的黑帽子，身上裹了一件大衣，已经是初冬了，天气有些冷了。他身上的大衣还是去年买的，因为码子买大了，一直没有穿，没想到怀孕了，倒是可以穿上了。作为一个孕妇，林一很有自知之明，并不跟人去挤公交车，而是直接打的去了郑子浩的医院。在顾氏集团努力工作的顾其东，忽然想起自家的老婆，于是拿起手机拨打了家里的座机，结果发现根本没有人接通。他撩起手腕，看了眼手表，不对呀，这个时候他应该是起床了的呀。于是他又拨打了一遍，还是没有人接通。这下顾其东着急了，他撩起椅子上的西装外套，拿起车钥匙就出了总经理办公室。顾其东在路上还不忘打了几遍家里的座机，最后确定真的是没有人接。顾其东飙车回到家里，找遍了每一个角落，都没有看到带着肚子的林一，他慌了神。又仔细的看一遍，发现他平时用的包包没有在，猜测他应该是出门了。可是知道他出门了，不知道他去了哪里，顾其东一点也不放心。要知道林一是一个怀了5个月多身孕的女人，顾其东哪里能放心让她一个人在外面，万一碰着撞着可怎么办？顾其东在屋子瞎转悠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正好这个时候郑子浩打电话过来，他忍不住朝郑子浩发火道：你有什么事？顾其东的口气特别的差。顾其东，我拜托你一下，来把你老婆接走吧。郑子浩痛苦地发出求救信。你说什么？林一在你那里？林一不是在我这里，而是在我们医院产检。郑子浩也不知道为什么林一做个 B 超就在那里哭，他都快头。